4年试管，无数个针眼，熬过了无数个痛得无法入睡的深夜。我和贺凯终于要有孩子了。当我迫不及待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时，却看到他抱着一个男孩，那个孩子叫他爸爸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贺凯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把家里能砸的东西都砸碎了，佣人吓得躲在角落里不敢收拾，偷偷打电话给贺凯先生，太太又发疯了，家里实在太大了。我累得瘫坐在地毯上。贺凯走进来，西装革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见我不说话，他解开了扣子，将外套扔在一堆玻璃渣上面。又怎么了？他声音带着疲惫，也透着不耐烦。领结被扯松的瞬间，颈上清晰可见的草莓印子击到我了。我抓起一旁碎了一半的花瓶，朝贺凯扔过去。他像是早有准备似的，轻松躲过。但是我的举动还是激怒了他。他一把将我扯起来，拖到卫生间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像不像一个疯婆子？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镜子里那个衣衫不整，睡衣被划破了好几道口子也不曾发现的疯癫女人，口红擦到了脸上，眼下一片乌青，披头散发像个女鬼的，就是我自己。我不想看到我现在的样子，但是贺凯却不允许。他紧紧揪住我的下巴，强迫我看着镜子里狼狈不堪的自己。你也知道丢脸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每天回家面对一个疯子，每都要防备着，担心他哪天就举起烟灰缸砸在我的脑袋上。他额角的疤淡了许多，但还是能看见。这是我砸的，为什么砸他来着？我想了半天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和那个女秘书有了孩子。我转而看向他，林茵茵的孩子打掉了吗？他睫毛微微抖动，点头，打掉了。4年前，他也是这样回答我的。那今天在医院门口，他抱着的小男孩是谁？那个孩子叫他爸爸呀。贺凯带我住进了酒店，他的手机放在床头，我顺其自然地将它拿过来翻看。检查他的手机已经成了我的肌肉记忆。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也不会有，但我还是要看，看了才能安心一点。贺凯洗完澡出来，看了眼我手里的手机，嘴角色勾起一抹嘲讽的笑。查到什么了吗？他将我的药和水递给我，我将手机举到他面前。你为什么要给林茵茵钱？50万。为什么？这是半年前的转账记录。我之前就质问过他，他也给过我理由。至于是什么，我早已经忘了。之前我吃过2年的抗抑郁的药，把脑子都吃坏了。虽然已经停了很多年，但是我的记性却越来越差。所以现在我一有点歇斯底里，他就拿药给我吃。他的眼神在我身上闪过，落在我的脸上，突然升起一股难以掩盖的厌恶。我手一松，手机掉落在地。知道了。我快速钻进被子里，背对着他，强迫自己睡过去，强迫自己忘记刚才的眼神。半夜，贺凯走了，走之前接了一个电话，
他低声哄着对方，大约是没哄好，于是急匆匆穿着衣服出门了。我胃里一阵恶心，急忙冲进卫生间吐了起来，呆呆地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。什么时候告诉他我怀孕了呢？在我们结婚第4年时，我决定要个孩子。原因很简单，贺凯好像挺喜欢孩子的。之前让林茵茵打掉孩子的时候，他发了好大的脾气，最后是我以死逼他才同意的。他说他舍不得我，这辈子都舍不得。我信了，于是我想给他生个孩子。4年的试管，我身上被扎了无数个针眼。就在昨天，医生告诉我，我们成功了，我和贺凯要有一个孩子了。这是我们20几岁时的心愿啊，生个孩子，最好是女孩，长得像你一样美丽温柔。她将成为我的第2个小公主，多么浪漫的情话！我至今回想起，还觉得心里暖暖的。如果我没有在医院门口看到她，没有看到林茵茵，没有看到那个男孩，我20岁的梦想就要圆满实现了。原来再浪漫的情话和过往，终究抵不过传宗接代的宿命。林茵茵怀的是男孩，她之所以这么有恃无恐，或许一开始她就知道自己手里有这张必赢的筹码吧。我的头一阵剧痛，只能蹲在地上缓解，用力捶打着她。等到缓过劲儿来，心里轻松了许多。第2天一早，贺凯回来了，我怀孕了。他手里的房卡掉落在地。什么？我又重复了一遍，然后紧紧盯着他的眼睛，不敢错过他任何一个表情。他没有喜悦，没有厌烦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带着一丝震惊。好事儿？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他点头，当然。然后自然地捡起房卡，将外套脱在玄关处，走进了浴室。他不想要这个孩子。我们相恋7年，结婚6年，他的一个眼神我就能明白其中的含义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他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吗？应该是的。之前我怀不上的时候，他一直安慰我说命里有时终须有。我这4年的努力在他眼里，是不是就是一个笑话？他像是台下的看客，看着我在台上像个小丑一样上蹿下跳，出尽洋相。他心情好的时候冲我笑笑，心情不好时便闭上眼假寐。我冲进了卫生间，他急忙将水关掉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我还没说话，眼泪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贺凯扯过一旁的浴袍套上，将我一把推出去。贺凯，你没有良心！我为了怀上这个孩子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你就是这个态度。他抓起一旁的烟，点燃吸了一口。我应该什么态度？又是这样。每次我崩溃发疯的时候，他总是这样冷静自视。你混蛋，你没有良心，你闭嘴！贺凯将烟重重地扔在地上，一把抓住我的肩膀，力气大到我整条手臂都麻木了。肖欣，我有说过想要孩子吗？这一切都是你一厢情愿。你想用孩子捆住我，想用孩子巩固你的地位，别他妈扯上我！他说罢，将我一把推在床上。我听着他的怒吼，有些愣怔。
结婚后，他确实没有说过要我生孩子的事了。我贺凯叹了口气：“我刚才太冲动了，没伤到你吧？”我将枕头扔在他脸上：“你愿意跟林茵茵生孩子？”眼都不眨一下就给他50万。我怀孕了，你却这种态度，还冲我吼。这几年我一直都关注着林茵茵的动向，事无巨细。她比我年轻，比我身材好，比我嘴甜，我比不上她，哪里都比不上她。所以贺凯移情别恋，爱上了她，和她生了孩子。你为什么要给他钱？为什么要买东西给他？一个300多万的手镯，去年林茵茵生日时他专门挑选的。我生日时，却只是他助理随意准备的一条廉价丝巾。贺凯定定地看着我，突然笑了一声：“你早说呀！”他转身走出卧室，一会儿进来，手上拿着钱包。你什么意？我话还没说完，他直接将一张卡和一沓现金扔在我脸上，砸得我眼睛生疼。够了吗？什么？他又掏出来一张卡朝我扔过来，我下意识地接住，紧接着又扔过一张，最后竟将钱包一起砸向我。够了吗？我木然地看着他，你什么意思？他神色冷淡，下一秒换上了虚浮的微笑，狭长的眼眸没有一丝温度。买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如果够了，就别他妈把这个总是挂在嘴边。原来是要买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我张了张嘴想解释，我不是为了钱才跟他吵，相反，他给我的钱已经够多了。话到嘴边，我却像是被冰水从头浇到脚，心也彻底凉透了。不用了，你给的足够了。我弯腰将卡一张张捡起来，放进钱包里。买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之前给的钱就够了，不用多给了。睡吧，我累了。说罢，我翻身上了床。贺凯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，最后在我头发上落下一吻。对不起。我和贺凯是上大学时认识的，他大3，我大2。在他们系里，他是出了名的惹事大王。说到贺凯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在老师眼里是无恶不作的坏学生，长得也一脸痞气，却不失俊朗，像极了金庸小说里潇洒风流的男主。所以们这些好学生看到他都是绕着走的，生怕给自己惹上麻烦。可是，就这样的贺凯，追求我时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变得好安静，偷偷给我打早餐，买红糖，晚上跟在我身后送我回家，俨然一个护花使者。他从来不把喜欢挂在嘴上，却总是做出实际行动关心我。我从小被家里的条条框框压怕了，什么女孩子要端庄，要安静，时间长了就会产生逆反心理。我跟贺凯好上了，全校哗然。一个3优学生跟一个问题学生就这样在校园里出双入对。他带我去看海，去看赛车，去河畔吹风吃烧烤。在我被男生欺负时，我父母要我大度一点，他却直接冲进那男生的教室，揪着他的衣领警告他，敢碰我贺凯的女人，就是不想活了。虽然最后两败俱伤，那个男生断了一条胳膊，
贺凯被记了大过。那一次，我毫不犹豫地奔向他，把心交给了他。大二下半学期，我要考研，贺凯也跟着发奋努力。那段时间，我们几乎每天都是在图书馆泡着的。最后，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的研究生。那天，贺凯开心地红了眼眶。他说：“我怕你丢下我，我怕自己不够好，配不上完美的你，不能给你明天。”他说：“肖欣，要是没有你，就没有我贺凯的今天。是你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”他说：“我要让你的父母对我改观，将你放心地交给我。我要让你当我一辈子的公主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”那天之后，他每次的生日愿望都是给欣欣最好的。但是这些还不够，他更加倍努力。在就读期间，曾多次获得殊荣，成为校内导师眼中的佼佼者。最后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贺凯获得保送出国深造的机会，成为校内唯一一个被保送的未毕业生。可是，贺凯拒绝了。他说，他不想留下我单独在国内，我会孤单的。为此，学校校长还专门找他确定谈话。为了一段感情放弃大好前程，会不会后悔？贺凯当时深情地说，或许会后悔，但若是弄丢了我的挚爱，我会更悔不当初。贺凯从此更拼了，一边忙学业，一边自主创业。他说要在我们一毕业就能给我安稳的生活，不想让我吃苦。没有资金，他就去贷款。我担心他会输得一败涂地，贺凯也怕我帮不到他别的，就一直在他身边安慰他。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。贺凯是优秀的，他做到了，还没毕业就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。他给了我最好的，最好的房子，最好的衣服，最好的首饰。想起刚创业时，他因为没钱没势，受尽各种冷眼羞辱，他都坚持过来了。唯一信念就是他知道我在家里等着他，他就不觉得苦了。为了跟他在一起，我与家里决裂，被爸爸赶出了家门。他心疼地抱着我，瞒着我跪下求我的爸妈让我回家，给他时间，他一定会出人头地，给我富足的生活。爸妈被他的真诚打动，但是提出只会给他一次机会。贺凯重重点头，一次就够了。公司步入正轨时，他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，把我爸妈请了过来。他跪在地上，正是请二老将我嫁给他。公司上市的时候，我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无比风光。他说这是一个特殊且具有意义的日子，他这辈子都会铭记这一天。我真的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最起码在别人眼里是这样的。我转身看着贺凯的睡颜，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变了的？又为什么会变呢？贺凯还没天亮就走了，我也去医院做检查，造化弄人，我竟然再一次遇到了林茵茵和那个孩子。不止他们母子，我公公婆婆也在，他们看到我就像看到贼一样防备着。这几年我的贺凯紧张的关系，婆婆总是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，欣欣，不是我说你，
阿凯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，怎么说也是上流社会的成功男人。你一天天跟他闹，难怪他不着家，是你把他从这个家推出去的，不能怪阿凯变心啊。是啊，全都是我的错，不能怪别人。想当初，贺母病重住院，贺凯忙着创业，分不开身，急得抱头痛哭。是谁宽衣解带在医院照顾的？一照顾就是半年。半年里，我不仅瘦了10斤，贺母出院时我就病倒了。就为此，我父母才跟我决裂，说我一个还未过门的，早早做起了儿媳妇该做的事，是有多廉价。可我甘之如饴。依稀记得出院时，婆婆紧紧握住的我双手，郑重地对贺凯说：“阿凯，欣欣是个好女孩，你一定不能辜负她。如果你敢对她有二心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”贺凯将我深深拥抱在怀里，有感激有怜爱，我当时幸福的不要不要的。贺凯很快赶来，他下意识隔在我们中间，他们一家子都护着那对母子，然后警惕地防备着我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皱眉质问我，我也如实告诉他。他思考了一瞬，回头叮嘱林茵茵先带孩子回家。我公婆看都未曾看我一眼，立即护着林茵茵和孩子跑了。林茵茵在我身旁经过时，向我投来得意又挑衅的表情，我心疼得无法呼吸。先回家，我顺从地跟着她上了车。家已经被我砸得稀巴烂，我们还是去了酒店。她深呼吸了几下，镇定看着我，她是我的孩子。我没有说话。她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最近需要做手术。我点头说好。她眼中明显闪过一丝诧异，似乎很震惊我为什么不像之前那样歇斯底里的大闹一场。我也很奇怪，我应该在医院就闹场的，不应该在第一次看到他们一家3口其乐融融时，就冲过去抓花林茵茵的脸，将贺凯推到马路上让车撞死。但是我没有。为什么呢？这样吧，贺凯拿出手机查找着什么，我让助理陪你去别的城市度过假，散散心。我懒懒地坐在床上，孕妇前3个月不能坐飞机。林茵茵没告诉过你吗？她脸色铁青，别这么阴阳怪气。我叹了口气，不说话了，等着她的下一个文案。不能坐飞机，那就坐高铁。总之，我是一定不能留下来的。我猜期限应该是他的宝贝儿子做完手术吧。好，他喉咙滚动，欣欣，等孩子做完手术，我再向你赔罪。现在赔罪还用吗？已经不需要了。4年前，我跪着求他让林茵茵把孩子打掉，我也可以调理好身子，为他怀一个孩子。他发誓以后不再对不起我。可是现在，他们联合起来欺骗我，让这个孩子长到了4岁，而我要被驱逐出境了。贺凯的电话响了，似乎是孩子又出了什么问题。他来不及看我一眼，就冲了出去。血浓于水呀，我妈说的对，只要那个孩子留下，贺凯就不会再回头了。晚上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到年少时的贺凯站在汹涌的海滩上，向我遥遥招手。
他手里捧着专门为我食的贝壳，像护住宝贝一样捧在手心。当我触碰到他全身湿透的衣衫时，突然就红了眼眶。他吓得手忙脚乱。贺凯，你为什么舍得这样对我？他愣住了，取外套的手僵硬了一下下，只是一下下，没有再说一句话。第二天，我去了医院。医生，你确定要打掉这个孩子吗？确定。我躺在手术台上，因为选了全麻，很快就没有了意识。等我再次醒来，只有惨白的墙壁，还有一股浓浓的消毒水味儿。晚上，贺凯打来电话，他语气焦急，带着些愤怒：“你去哪儿了？打你电话也不接，你想干什么？”我调整好情绪，清了清嗓子，没去哪儿，在医院。他那边沉默了一瞬，很快又开始质问：“哪家医院？你又去找林茵茵了？”我控制不住地笑起来。原来，他是那么怕我去找林茵茵，怕我伤害他们的孩子啊！他冷声发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“是啊，我笑什么呢？笑自己刚失去一个孩子吗？大概是笑我的天真，以为只要不松手，我们就还可以像以前一样，以为只要我守着这段婚姻，当初的誓言就没有改变。我一直相信贺凯是爱我的，他只是像大多数乍然富有的男人一样，被新鲜感所诱惑。只要我还在原地，只要我在他身后，他总有一天会回头的。我的一厢情愿，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贺凯，我把孩子打掉了。贺凯，我不想去度假，不想发疯乱砸东西，不想再吃一大堆治疗精神病的药，不想动不动连自己是谁都记不起来，不想每天盯着你的手机，你的行踪，不想半夜去偷偷闻你衬衫上有没有别的女人的香水味。我的嗓子哑得有些发痒，眼睛也被泪水模糊。其实，我最不想的，就是记住我们的曾经，记住你曾经有多爱我。我想把这些都忘了。贺凯，我们离婚吧。说了这么多，电话那头没发出一点声音，直到我说出离婚二字时，尾音刚落，那头好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多么干脆爽快。早知道提得早一点，干嘛把自己逼成一个被人厌弃的怨妇才肯放手？我缓缓放下电话，开始整理离婚协议等事宜。既然什么都可以给我，我自然不能辜负了他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了物质的加持，林茵茵是否会死心塌地跟随他。手续办得很顺利，也很快速，这全赖于贺凯跟他在民政局上班的大学同学打了招呼的缘故，我们才走了绿色通道。他是有多迫不及待想要摆脱我，竟不惜公开我俩分道扬镳的婚姻。他大学同学我认识，看到我们一同出现在大厅，也是惊讶不已。我以为你开玩笑呢，你来真的？看到他震惊不已的样子，我哑然失笑。曾几何时，我和贺凯可是人人艳羡的一对。贺凯对肖欣，那可是泥巴糊上了墙，扒也扒不下来的稳固。如此稳固的关系，说裂就裂了，真是讽刺。为了什么呀？肖欣不好伺候。贺凯抿着嘴，抽着闷烟不说话。
我上前一步，不是他的错，是我生不出儿子，无法完成贺家传宗接代的任务。我们是和平分手。我说的越云淡风轻，对方惊讶的神情越加夸张。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在意这个？你不要跟我说你真的是因为肖欣无法生育就……我又上前一步，不，我刚打掉了一个属于我俩的孩子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不会受欢迎，所以我放弃了，不想让他出来受苦。对方惊愕得快要掉下巴了。贺凯，你该不会是……他大概已经猜到了，摇摇头不再说话。贺凯猛抽一口烟，行了行了，让你办点事，怎么那么多话？随后不悦地看了我一眼，一直我说太多，经历太多。我如今看贺凯竟然再没有一丝涟漪，心里只想着怎么快点这段不好的关系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和贺凯离婚，他净身出户的事传遍了整个商业界和我们的母校。难怪，本来他找民政局那个同学开绿色通道就是错的。他在大学里本就是妇女主任的存在，舌头比谁都长。我若是不多爆点料，都对不起他妇女主任的头衔。贺凯是真的厌弃我了呀，他把名下的房产都给了我，还把公司大额股份也转移给我，还有存款。他只留下一个久未露面、正面临要瘫痪的公司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履行了要给我最好的诺言。我确实得到了别人眼中最好的一切。如今我也算是千万富婆了，还年轻漂亮，何愁没有好日子过？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搬离了现在住的大房子，选择住进几年前贺凯买在郊区的第一套小居室。这里有我们最美好的过往，没有撕扯，没有伤害，是我最开心的时间。重回这里，房子被打理得很好。贺凯请了一个家政公司，会轮流打扫着我们名下的房产，因为他说过，要让我无论身在何地，都可以有一个整洁温暖的家。这么多年，成了习惯，家政公司也从未间断过。我和贺凯的物品大多数已经清理出去了，有的只是几张我们以前的合照。看着墙上的结婚照，贺凯拥着我，我笑得那么甜，那么幸福，有点心塞，随手把它拆下来扔进了垃圾箱。只要简单整理下便可以住下。随后我便发了条信息给贺凯，让他以后不用再来打扫这间房，我不想有人打扰。他嗯了一声，便匆匆挂断了电话。我在院子里种上各式各样的郁金香，养了几只猫。这样的生活简直不要太惬意，只是舒心的日子过不了几天。我知道该来的总是逃不掉的。你凭什么要了所有的财产？林茵茵找到了这里，恨恨地质问我。不用说，一定是从贺凯那里得知我的住处。我以为他有多沉得住的气，不过2个星期，他便找上门了。第一次与他有交集是4年前，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刚从校园出来的应届毕业生，通过面试进了贺凯的公司。仔细看他时，眉眼竟和我有些相似。他摸着自己的肚子说怀上了贺凯的孩子。
但是他不想破坏我的家庭，只是他爱贺凯，不能没有他，求我成全他，让他做贺凯背后那个见不得光的女人。他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难以置信，一定要等贺凯当面亲自告诉我。可我等到的是我毁灭的开始。我低估了林茵茵的心机，她跪下求我成全她，一遍遍地讲她和贺凯在一起时有多甜蜜、多幸福，贺凯是如何把她护在手心。我发疯了，那是我第一次发疯。我歇斯底里地冲着他大叫，让他别说了。看我痛苦地抱头，林茵茵起身上前靠近我，打开手机。她和贺凯一上进门，在床上一起在厨房烹饪嬉闹的视频，彻底激怒了我。我大叫一声，把他推开。这一幕碰巧被赶来的贺凯尽收眼底。林茵茵在那一刻顺势倒地，发出痛苦的哀嚎：“肖欣姐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是求你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是无辜的。”我正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我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做，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我？我愣愣地看向贺凯，期待他能过来抱住附在我耳边安慰我说：“这不是真的。”可是他没有。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愤怒和嫌弃，他没有走向我，而是径直朝林茵茵跑去，轻柔地扶起她，关怀备至地问她有没有伤到，最后还让助理把她送去医院检查。我疑惑地看着这一切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老公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我上前抓住他身前的领带，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。我表现得越可怜巴巴，折射出贺凯的冷酷像一把尖刀，狠狠插入我的心窝。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？就像一个泼妇。茵茵有什么错？你有什么不满，冲我来呀！贺凯抓住我的两臂，狠狠摇晃。我被禁锢住，无法动弹，手臂被掐得生疼。老公，你弄疼我了！我发出低沉的喊声。现在你知道痛了。你知道你刚刚把茵茵推倒时，她有多痛吗？她什么都不要，不要名分，不要财产，只要我有空多陪陪。难道这样的要求很过分吗？我被贺凯的质问轰炸得体无完肤。我要跟另一个女人共侍一夫了。这个男人在告诉我要大度，要包容。这个口口声声说着最爱我的男人，说着这辈子都不会辜负我的男人，说要让我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的男人，如今却给我带来最大的痛苦。往事不可追忆，重要的是现在。林茵茵还在等着我的回复。我一边修剪着花草，慢条斯理地抬起头看她，她还是那么青春逼人，靓丽迷人。难怪贺凯会动心，换个男人都会被他迷住吧？怎么，你那么爱他，难道还在乎这些身外之物吗？是谁说什么都不要？哪怕做他身后见不得光的存在，也心甘情愿的。切，真是虚伪。林茵茵想反驳，我举起剪刀，她畏惧地退后一步。看，你还是惧怕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抢了别人的东西，心里不安是吗？还是心里有鬼呀？林茵茵脸色变了变，立刻恢复正常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神经病！
他骂我神经病。自从我生病这几年，贺凯肯定也这样想我的吧，觉得我是个神经病。既然这样，你还来做什么？我一个精神病患者，做什么都是无法可依的。你还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我自顾自照料我的花草，不再理会他。起码公司的股份你得转回给我们，不然贺凯的公司迟早会被其他股东吞掉的。到时候，他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还有，我们的儿子后续还需要一大笔医疗费用，你不要做得太绝。我轻哼一声，差点冷笑出来。你们的儿子？哈哈哈！我笑得眼泪盈出。林茵茵被我的疯癫镇住了，呆呆地看着我。她以为自己的计划可以天衣无缝，无人识破她那个天大的秘密。可惜，早在4年前我就知道了。4年前，我强烈要求贺凯一定要林茵茵打掉孩子。我知道他会恨我，我还是要这么做。林茵茵也有一场浪漫的校园之恋，在毕业前夕与男生偷吃禁果，而后男生出国，这段感情无疾而终。在进入贺凯公司之时，就是他按揭珠胎的日子。他设计了一场邂逅，与酒醉的贺凯一同进守酒店，所以事后贺凯悔恨不已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加上知道林茵茵怀上他的骨肉后，贺凯彻底沦陷了。林茵茵使出全身解数，要把贺凯牢牢拴在身边，当一辈子的免费饭票。怎么？你的儿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是遗传了谁吗？我淡淡发问。眼见林茵茵脸色越来越惨白，我知道目的达到了。我早就跟贺凯说过，不想有外人打扰，专门交代他让家政公司别来打扫了。没想到你到来了。林茵茵最后可以说是落荒而逃，只是我相信他不会就此罢休的。果然，很快，贺凯的电话响起。我已经把该给的都给你了，你还是不肯放过林茵茵和孩子吗？他的语气带着不耐烦和愠怒。我冷笑出声，搞清楚，是你的小情人亲自上门找我。怎么，我还要笑脸相迎一个小三吗？贺凯沉默了片刻，我会跟他说，以后不会再打扰你，也希望我们从此再无交集。语毕，电话挂断。从此再无交集，真是绝情啊！都说无毒不丈夫，贺凯真正算得上大丈夫的存大。换了以前，我一定会又哭又闹，把该砸的都砸光，以此泄愤。可现在，我是多么云淡风轻，只是觉得该让贺凯尝尝从天堂到地狱的感觉了。因为我的地狱生活已经过去了，他怎么能高高挂起？我发了声明，扬言手里的股份只要价钱合适，随时可以出让。消息一出，股东们果然蠢蠢欲动了，也真佩服他们的神通广大，一个两个专门拜访，我如一见面，对每一个股东都表示皆有机会合作。很快，贺凯的车在我家门前发出刺耳的刹车声，他门都不敲，直接推开我的小木门冲了进来，像一头暴怒的狮子。肖鑫，没想到你这么贪得无厌，那些钱还不够你一个人用吗？
几辈子都花不完了吧？非要赶尽杀绝才满意？是啊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没有负担，没有孩子，这么多钱当然是够用的。只是这些对我有什么意义？只是一个数字而已。我继续抚摸着我的小哈基米，压根不想理会贺凯的发疯，就像以前我发疯时他冷漠对我一样。肖欣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这是要把我推进地狱。呵，地狱，这就受不住了。如果我再告诉他，他贺家上下心心念念，视如珍宝的儿子不是他的种，他会有什么反应？我真的很好奇，迫不及待想看看这场戏了。我也许久没有去拜见我的公婆了。哦，错了，应该是前公婆。我是想，这么重磅的消息，怎么能让二老错过呢？贺母打开门一看是我，怔了一会儿，眼里尽是不悦。肖欣，你怎么来了？阿凯不是跟你划清界限了吗？况且，你也拿了他大部分财产，现在阿凯被你害得一穷二白的，你还要找上门来做什么？果然，人心是会变的。贺家就没一个善类。当初是谁说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？一定会帮我看好贺凯，绝对不会让他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。还逼贺凯举手起誓，这么快就忘了？看来誓言是最不可信的。贺阿姨，我今天来不是来闹事的，只是当年你做了心脏搭桥手术，是我爸介绍的专家，他现在问起你的病情，还让我给你捎来特效药，是刚从国外带回来的。我想着，这药我放着也没什么用，所以就给你送过来了。我举起手中的一个大包，贺母有点吃惊，随后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哎呀，欣欣，我错怪你了。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，你爸还惦记着我的病，真是不好意思。那是，我爸说了，人家怎么违背自己的良心，我们不管。但是我萧家人不能做这种小人。贺母尴尬得无地从容。我把袋子递到他手上。对了，林茵茵的儿子没事了吧？听说先天性疾病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，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竟不知贺凯有这个病，我也是疏忽了。说完，我直接扭头就走，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去消化了。贺凯公司的股东一波接一波上门商讨转让股份的事，我一直吊着胃口，我要让他多受点煎熬，最后再给他致命一击。贺母终于来找我了，我依旧很有礼貌地请他入屋。他打量了一下四周，脸上有些动容。欣欣，你就住在这里？是啊，这里最舒心。他当然知道这是贺凯买给我的第一套房子，对我来说具有什么意义？如今物是人非，多说无益。欣欣啊，早之前我听阿凯说你怀孕了，现在身体怎么样了？贺母的眼睛不停在我上身搜寻着什么。现在知道要亲孙子了，迟了，是怀过一个，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什么意思？我抬头看他，你儿子没跟你说吗？他不喜欢我生下这个孩子，所以我把他打掉了。我忍着疼痛说得云淡风轻，打掉了。肖欣，你
你怎么不经我们同意就打掉贺家的骨肉呢？那可是阿凯的孩子啊。是啊，可贺凯是怎么说的？他没让我怀，是我一厢情愿怀上的。我肚子里的孩子可以用金钱买下。贺凯不是有一个儿子了吗？你知道，一直以来，只要他不喜欢的事情，我都不会做。他不喜欢我怀他的孩子，我便打掉了呗。贺母急得直跺脚，真是造孽！造孽啊！阿凯糊涂啊！正在这时，贺母电话响起，里面的人不知说了些什么，只见他脸色大变，突然情绪激动，捂着心口呼不上气。我赶紧拨打了120，第一时间把他送进医院。怎么回事？我妈好端端的怎么会在你那里晕倒？你到底跟她说了些什么？贺凯见到我时，不顾病房门口众人的观望，对着我咆哮。我昂头，我只是告诉他，我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，是因为他的爸爸不想看到他出生。有错吗？我受够了他这样居高临下跟我说话的态度。以前我从来不会反驳他，以他为天，以他为尊。可现在我自由了，不再是他的附属品。我要硬气起来。你发什么神经？干嘛跟他说这个？你明知道他心脏不好，不能受激。我妈要是有什么……贺凯，请你搞清楚，你妈不是听到我这个消息才晕倒的，她是接了个电话后才情绪开始激动起来的。别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，我不是你发泄的对象。说完，我想离开，转身时碰巧对上刚刚赶来的林茵茵。她诧异我为什么会在，然后紧张地看着贺凯，似乎在担心着什么。呵，做了亏心事的样子就是如此吧。病人醒了，需要静养，他要见儿子和儿媳肖欣。贺母居然指明要见我。林茵茵眼里饱含恨意和不满遂，却也无可奈何。贺凯率先进云，我站在门口，顿了一会儿。肖欣，4年前你没有斗赢我，现在你以为可以赢我吗？贺凯心里已经没有你，你就别白费心机了。林茵茵靠前附在我耳边，咬牙切齿地说道。原来他以为我想复婚，真天真啊！贺母紧紧握住我和贺凯的手，不愿意放，声音低微：欣欣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是阿凯对不起你，这都是报应，报应啊！随后他又转向对贺凯说：阿凯，是我们贺家辜负了欣欣，你以后不能再辜负她了。我要你马上离开那个姓林的女人，跟欣欣复婚。贺凯不明所以，紧皱眉头：妈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糊涂了吗？茵茵和风儿还在外面等着你回家呢。贺母别过脸去，流下2行热泪。风儿，风儿根本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他是林茵茵跟别的男人的骨肉，我们都被他骗了。贺母一番话似乎不能把贺凯点醒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妈：妈，你是不是病糊涂了？风儿是您的亲孙子啊，你和爸不最喜欢他的吗？说完，他又转过身对我竖起横眉：肖欣，你跟我妈说了些什么？你就是不肯罢休是吗？你别凶欣欣，她什么错都没有，错的是那个林茵茵。
打从4年前，他就骗了我们，是我们白白帮人家养了4年的孩子。贺母激动得满脸通红，心口不停起伏，说话也继继续续。阿凯，我要你马上把他们母子赶出贺家，接回欣欣，不然我……话音刚落，贺母呼吸不上，我赶紧按响了警铃。医生很快赶到，做进一步救治。我们在门口等候，好一阵，医生才出来说病情虽稳定下来了，但是绝对不能再受刺激。贺凯抱头弯腰坐在长椅上，看着他这副落寞的样子，让我想起当年他妈刚重病住院时，他无能为力的沮丧情景，多么相似的一幕。此时林茵茵站得离贺凯远远的位置，像个懂事的小媳妇一样等着他传召。我站起身，准备离开，留给他们一点个人空间。是时候清算了。是夜，刮起了狂风，下起了暴雨，外面的树啊，房子啊，全都模糊不清。我事先把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搬到了安全舒适的地儿，幸亏我有预知暴风雨来临的觉悟，不然受伤的又是自己了。次日清晨，天已放晴，贺凯出现在门口。我打开门，便看到他颓废地站在院子栅栏边上，看着开得耀眼的郁金香，发起了呆。你还是那么喜欢这些花？他伸手抚摸了一下花瓣，有一丝爱怜，有一丝无力感。看我动手将一盆一盆花从阳台上搬回到院子里，他像才想起什么一样制止了我。我来吧，你歇着。几十盆郁金香全回到了阳光明媚的院子，沐浴着阳光，开得正盛。其实，你一开始就知道那孩子不是我的，可你并没有告诉我，是想报复我吗？贺凯低喃道。如果我说不是，你信吗？我反反复复追问过他多次。林茵茵肚子里的孩子打掉没有？他一再向我保证处理了。我了解贺凯，他骨子里是传统的大男子主义。他要是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，被戴了绿帽，他一定会发疯。我当时为了维护他的面子和尊严，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。但是这个孩子不能出生，因为纸终归包不住火的。可是我没想到，我逼他逼自己，逼得抑郁，让自己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女人，为的只是保护他的自尊。结果他还是瞒着我偷偷生下了这个孩子，那是自作孽不可活呀。那些年，你不停地逼问我林茵茵的孩子处理了没有，为的就是给我留一个美好的念想。是啊，谁让他说我越来越不像大学时候的我了？而林茵茵身上有我的影子，为了让他追随的影子不沾染瑕疵，我隐瞒了。可现在为什么要说出来？你可以选择不说的，为什么要说？贺凯红着眼逼近我，我直挺着身躯，昂起头看着他这张曾经让痴迷的脸。因为你摧毁了我的爱情，我的希望，我的一切的一切，让我变得一无所有。而你本就一无所有，却仍然高高在上，不知自己。贺凯定定地看了我一刻钟，惨笑了几声，便摇摇晃晃地走出院子。1个星期后，我被公司通知，
贺凯弃公司于不顾，整天喝得烂醉，百事不管。公司将由股东里持股最多的高层接手，而我就是那个持股最多的人。我找到贺凯的助理，让他帮忙分析在众多股东里面，谁最有能力担当公司的掌舵人。助理分析得很中肯到位，我很快物色好人选，最快速度将手上的股份转让给负责人。这么做只是希望全公司上下几百号人不会就这么失业。助理对我敬佩不已，我只是笑笑不说话。林茵茵带着孩子不知去向，公司里有人传闻说去了国外投靠前男友了，也有人说回乡下了。贺母出院后在家静养，只是贺家今时不同往日。以前暴富时门庭若市，现在墙倒众人推。听说寒酸得水电费都交不起了，物业管理处天天上门讨要。不过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，我依旧住在这个小居室小院，好好享受自由惬意的时光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